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——最甜的西红柿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番茄的品种、栽培过程、光照、气候、环境以及浇水和施肥等情况都会影响番茄的口感和甜度。这其中以品种最为重要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在番茄这里边是有种的。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品种，甜度一下子就可以上升一大截。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就是浇水和施肥了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多施磷钾肥，然后少浇水，或者是严格控水，也可以明显增加番茄的甜度的。浇水施肥在我们往期的过程中都已经提到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番茄的品种，品种不一样，甜度和口感差别是非常大的。我今天就拿自己种的这些番茄来给大家做一个不太严谨的测试，看看哪种番茄的品种是最甜的。然后我再结合着往年的筛选还有种植经验，给大家推荐一下哪种番茄是最值得种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次针对的主要是小番茄的品种，大番茄的品种也是有很多很甜、味道非常好的，不过和小番茄比起来还是稍微有一点差距的，所以今天咱们就主要以小番茄为主了。这些小番茄都是我提前摘好的，摘好了之后在室内常温的条件下放置了2-3天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番茄刚摘下来的时候，它不是最甜的。当你在室内放上2-3天之后，它的甜度还有口感都能明显的提升一个档次。我在摘每种番茄的时候，也进行了简单的拍摄，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些番茄长在枝头的样子。这是种在棚里面的蜂窝西红柿，之前已经摘过很多了，剩下的也不多了。这是棚里边的5星番茄，产量还是相当大的，摘了很久，现在还是有这么多。这些是草莓番茄，这些是种植袋里边盆栽的甜百万，这个是杂糖，形状和5星番茄类似，也是葡萄形的。这些黄色的是糖太阳，这些是金太阳，金太阳还是比较容易裂果的，看看这个已经开裂了。这些是盆栽的蜂窝西红柿，它的颜色比金太阳和糖太阳稍微的深一点，是橘黄色。这边还有这种中枢4号番茄，种出来的结果和种子包装上面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种在露天大地里边的蓝奶油浆果番茄，这种是已经熟透的，都已经开裂了，看看这个颜色，有点像奶油的颜色。这是它还没有成熟时候的颜色，看看是绿色，上面有深蓝、蓝紫色。成熟了之后就是这种奶油色了，这应该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吧。还有一种就是像这样的绿博士番茄，这种成熟还是不成熟更难区分。来看看这一串，这些特别绿的就是完全不成熟的，然后上边有一些有点淡淡的发黄的，这个是快要成熟了的。像这种就是成熟了的，看一看已经有点开裂了。这种番茄如果是摸上去，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是不是已经熟了，但是如果光靠肉眼看的话，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好了，咱们回到正题，大家来看看这12盒摘好的西红柿，右边的这3盒都是蜂窝西红柿，它们分别是这个是种植袋里边盆栽的，这个是棚里边的，这个是外边大地里边的。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我们种植袋里边的，因为浇水比较少，所以它长的个头比较小，然后棚里边呢个头是中等，外边大地里边呢长的是个头最大的。咱们来对比一下，看看它们大小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我先来以这个蜂窝西红柿为基准，品尝一下它的甜度，然后再以这个为标准来对比一下其他的西红柿。这个是种植袋里边的，非常甜，口感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棚里边的甜度就比种植袋里边要稍微差一点点。外边大地里边这个和棚里边呢差不多，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。同一种西红柿在种植袋里边、大棚里边，还有露天大地里边种出来的，虽然是甜度和口感有一点点差异，但是总体上来讲，这个蜂窝西红柿还是非常甜、非常好吃的。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下种植，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接着咱们来看这一盒，这一盒的品种是金太阳，我来尝一下味道。再来尝一个更软一点的。
金太阳的甜度也是非常高的，非常好吃的。因为这个是种植袋里种出来的，所以和同样是种植袋里种出来的蜂窝西红柿比，其实它们的味道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稍微的逊色一点点吧。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，金太阳是非常容易裂果的，就像是这样。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轻轻地碰它一下，它就裂开了。所以说，从运输和储存的角度，它是非常的不好的。所以和蜂窝西红柿比起来，它没有什么优势。我们这两个比较的话，就可以把金太阳给淘汰了。如果大家以后种植的话，就可以种蜂窝西红柿，不需要再种金太阳了。接下来这一盒是糖太阳，糖太阳也是同样是黄色、橙黄色的这种樱桃番茄。所以我们来品尝一下，和金太阳以及蜂窝西红柿做一个比较。再来一个尝尝。我实在是非常难下结论，这个糖太阳也是非常甜，口感非常好的，和蜂窝西红柿应该是不相上下的。而且我感觉吃它的时候，更像是吃糖的这种感觉。这种西红柿的皮厚度也是适中的，不容易裂果，口感也不错，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。说完黄色樱桃番茄，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甜百万红色樱桃番茄。甜百万从名字起的就非常的有气势，咱们来对比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甜百万。甜，好吃。咱们再多尝几个，以免有偏差。也是非常甜的。甜百万这个皮的厚度，我觉得比蜂窝、金太阳还有糖太阳都稍微的厚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口感。所以甜百万西红柿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大家再看一下，甜百万、糖太阳、蜂窝这3种西红柿都是非常好的。右手边的这些都是圆形的樱桃番茄，接着咱们来看看这2盒葡萄形状的番茄。这个是5星番茄，这个是杂糖番茄，咱们来对比一下。之前摘番茄的时候很不容易看出来它们2个的区别，不过2个放在一起之后，可以明显看出来5星番茄是这种鲜红色的，然后杂糖番茄是有一点点粉红的颜色的。来，咱们各挑一个来仔细看一看。右手边的这个是5星番茄，是鲜红色的；左手边的这个是杂糖番茄，是粉红色的。它们的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是这种葡萄形的。我先尝一下5星番茄，很甜，口感非常好。马上再尝一下杂糖来对比一下。也是非常甜，不过口味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。这个杂糖的感觉，就像它的名字，确实有一点红糖的感觉。我感觉它们在伯仲之间吧，风味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我再来品尝一下。差距真的不明显，就是吃的时候感觉有的时候是5星番茄甜一点，有的时候觉得是杂糖甜一点。所以我就主观的给他们做一个结论，就算他们评分吧，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口感，它们的口感是有一点点轻微的不一样的。从产量的角度看，这2种番茄的产量都是相当大的，不过按我实际种植的经验来观察看，还是5星番茄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点。他们2个到底是种植哪个淘汰哪个，我确实是下不了结论。大家就是能买到哪个种子就种哪个，种其中一个，我觉得就好了。从甜度来看呢，和右边这几种西红柿来对比，还是要稍微的逊色一些的。所以如果你想吃更甜的西红柿，那么还是右边的这几个品种更值得推荐。不过我敢保证的是，如果你一直在吃右边这几种非常甜的，然后你再吃这2种西红柿，你会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口感，你会感觉这种西红柿也是非常好吃的。当然我说的是这2种西红柿相对右边这几种来说，甜度稍微逊色一些，但是和我以前种的其他的普通的樱桃番茄比起来，这2种也算是非常甜的了，所以值得大家来种一种。接着就是这种颜色非常奇特的西红柿了，蓝色奶油浆果，大家来看一下。
这个是熟得非常非常透彻的了，已经有一点点裂口了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是不是有明显的黄色奶油的感觉？我来尝尝这个，再来尝尝这个稍微硬一点的。这个一咬下去就有一种爆浆的感觉，里边的汁水特别多。这种蓝色奶油浆果西红柿，不管是从它的颜色还是吃起来的口感，和普通的樱桃番茄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大家如果有人喜欢种植奇特的樱桃番茄品种的话，或者是如果你喜欢咬到嘴里那种爆浆的感觉，就是汁水特别多的感觉的话，可以种这个番茄来尝试一下。从甜度和口感来看，这种番茄我就不推荐大家来种了，而且这种番茄熟了之后也比较容易裂果，不容易保存。接着咱们再来看这一盒，这一盒是另外一个比较奇特的品种，是它熟了之后也是绿色的。看看这个品种的番茄叫绿博士，它熟了之后和不熟的颜色上的差别就是那些绿色的部分会发白，然后会有一点点淡黄色的感觉。然后你捏上去，它就是变软了。不熟的时候它是硬的。我先来尝一下看看。这个番茄的甜度很甜，它的甜度和杂糖以及五星番茄是不相上下的。甚至我在吃有一些的时候，感觉它比这两种番茄会更甜一些。如果单从甜度和口感来看，这种绿博士番茄和五星番茄以及杂糖番茄，我把它归为一类，都是值得推荐的。不过因为这种番茄的颜色实在是太特别了，是绿色，非常不常见，所以如果你种番茄的时候有一些黄的，有一些红的，有一些圆形的，有一些葡萄形的，然后再有一些绿色的，那你整体吃番茄的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强烈推荐大家尝试种一下绿博士番茄。这一颗真是太甜了。接着是这种草莓番茄，这种番茄我基本上放在这儿比较也是拿来凑数的，因为之前已经尝过了，它根本不甜，就是因为它的名字还有它的外形看起来比较漂亮，所以咱们也拿来介绍一下。看一看这个长得是不是就有点像草莓的感觉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拿一个这个对比一下，它是被五星番茄串种的品种，长得有点像五星番茄的形状了。看看对比一下，差别还是挺明显的，这个更像草莓一些。我来再尝一下。单从甜度角度看，草莓番茄是这些所有番茄里边最不甜的了，基本上来说是没有什么甜味的，它是这种比较软糯沙沙的口感。我觉得草莓番茄用来清口还是不错的，当你吃了这些特别甜的番茄之后，嘴里边是特别甜的，然后吃一颗草莓番茄，嘴里边非常的清爽。草莓番茄我就不推荐大家种植了。最后的这一盒番茄里边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，都是乒乓球大小的。这些番茄我没有在盒子上标识名称，因为当初买种子的时候，种子上标注的和现在种出来的效果不一样，所以我感觉不是我们弄错了，就是种子弄错了，所以也没办法给大家推荐了。我们就直接来尝一下吧。那个红色的比黄色的稍微好吃一点，不过怎么说呢，不知道名字也就不知道了吧。这两种都没什么值得可推荐的。最后我还有一个空盒子，这个上面写的是超甜100，这是我往年种过的西红柿。我之所以也把它列出来了，是因为这是我以前种过的里边也是比较甜的品种了。超甜100种出来和甜百万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红色的圆形的樱桃番茄，不过它的甜度和口感，我觉得和甜百万还是有差距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种了甜百万的话，就不需要再考虑超甜100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把甜百万和超甜100都种出来，然后把两种形状和颜色一模一样的西红柿拿来再对比一下，看看你真实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最后我要下结论了。最后我要给大家推荐种植的樱桃番茄品种是下面这几种。这种是蜂窝西红柿，英文名字是 Honeycomb。这种是糖太阳 Sun Sugar。
这种是甜百万 Sweet Millions， 五星番茄 Five Star 和杂糖 Sugary 两种选择一种来种就可以了。最后一种绿博士 Green Doctors 也非常值得尝试。另外刚才忘了介绍了，像是蜂窝西红柿、金太阳、糖太阳、甜百万、五星、杂糖这几种都是杂交品种的小番茄。而像蓝色奶油浆果、草莓还有绿博士西红柿都是传统的传家宝型西红柿。我推荐的这6个品种里边有5个是杂交的品种，有1个是传家宝的品种。大家可能也许还会有疑问，你推荐的这些品种都是在你种植的品种里边选出来的，是不是矬子里边拔将军呀？大家其实大可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基于我以往的种植经验还有调研来进行严格筛选出来的。我种的这些品种本身就已经经过了经验和筛选这道过程了。现在把这些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放心的种植，明年种出来的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其实还有2个筛选出来的樱桃番茄品种，今年没有种，明年我打算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它们分别是樱桃太阳、Sun Cherry 还有金田 Golden Sweet。明年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尝试一下。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我菜园里边还有一点好的东西，我摘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先不要走开。回来了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？这个是姑娘 Tomatillo， 现在隔着皮就能闻到它的味道，非常香甜的那种菠萝的味道。咱们剥开来看一下。看看这2个就是剥开皮之后里边的浆果，是菠萝味道的姑娘。来尝一下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它的甜度绝对不亚于任何一种樱桃番茄。像这种自然脱落的掉在地上的会更甜一些。剥开看一下。看看这个，明显是一种熟透的感觉，黄的非常的透彻。甜甜的菠萝的味道。最后我把这个菠萝味的姑娘果也推荐给大家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香甜、非常非常好吃的，大家可以种一下。它的种植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和樱桃番茄差不多。然后你种了之后，以后菜地里边会每年都会长出来，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再种了。樱桃番茄的繁殖能力就已经足够强了，这种姑娘果的繁殖能力更强。视频结尾我会把我所有推荐的这些品种的中英文名称都给它列出来，方便大家的浏览和查询以及搜索购买种子。